你可能不知道啊，穆杰塔巴其实才是当年内贾德得以上位的核心推手。大家一直喜爱甚至充满敬意的那个能在联合国硬刚美国的硬汉，很可能并不是作为白手套的台前的内贾德，而是2次扶持他上位的穆杰塔巴。2005年大选，穆杰塔巴在幕后为内贾德提供了关键支持，动用革命卫队和民兵力量为其造势，并说服父亲哈梅内伊支持内贾德，助其击败当时的政坛元老拉夫桑贾尼，成功当选总统。到了2009年的时候，内贾德连任引发了绿色革命抗议。穆杰塔巴当时坐镇幕后，指挥安全部队平息抗议，保住了内贾德的总统职位。双方的关系达到顶峰，被视为捍卫强硬派路线的坚定搭档。从头到尾真正强硬并且有资格强硬到底的，都只有穆杰塔巴。早在童年的时代，穆杰塔巴的记忆里就是亲眼看着父亲老哈梅内伊在深夜被巴列维王朝的秘密警察逮捕。那个夜晚，老哈梅内伊谢绝了来逮捕的人员不惊醒孩子们的好意，坚持把孩子们叫醒，告诉他们自己被捕的原因。那一年，穆杰塔巴6岁。到了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遇袭，右臂瘫痪，反抗的种子就这样随着孩童一路长大，一同生根发芽。17岁，1986年高中刚毕业的穆杰塔巴已经是总统之子。然而呢，他当时直接奔赴前线，扎进了2伊战争前线的绞肉机里。这可不是欧洲接班的2代那种去部队里搞搞后勤啊，刷一下简历，他去的是100万级伤亡人数的近代史上最残酷的战场。一方当时一度前线的阵亡比例高达100%，当时正规军24万，革命卫队9万，而主流文献记载，一方的整场战争的死亡人数就高达35万，而美方的统计人数是40到50万。跟一开战就参军、年纪比较大、主要活动于后方和工兵旅的内贾德不同，穆杰塔巴一上前线就一直在最惨烈阶段的最前线，因此这种前线同生共死的经历，让他跟后来成为了伊朗安全情报系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骨干的战友们结下了远比内贾德更深厚的情谊，是真正被战火淬炼过的生死交情。那这套覆盖了军方情报网和基层武装的顶级人脉，也成为了他后来推动内贾德上位的底牌。2伊战争打完，内贾德32岁，跟当年那些革命老炮一样，开始在政界抢位子，去学界积累人脉。而20岁的穆杰塔巴选择了进入神学院，师从重量级的教士，几乎彻底隐身。他很清楚自己身上贴着2个致命的政治标签，一个是总统次子的世袭身份，另一个就是军方的背景。在伊朗讲究政教合一、政治正确的这个地方啊，任何一个人如果同时把世袭和军阀这2大 buff 叠满啊，其实也就跟政治一把手分道扬镳了，分分钟就会触发全社会的过敏反应。世俗政客和宗教圈子会立刻警觉，觉得你要搞军政府；宗教力量呢，要觉得你要搞家天下。这2点放在政治身上啊，那都是见光死的。所以穆杰塔巴的策略就是隐身幕后，操控前台。在这个剧本里，内贾德是那个老天爷给他量身定制的完美男1号。他参加过战争，但其实没有军方的支持，也没有宗教势力的关联。2005年的内贾德是个什么配置呢？难听点说，其实就是个2流政客，没有人脉啊，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可以承接强硬派路线，又不至于反噬主人的完美容器。于是穆杰塔巴开始了第1次操盘。在军方层面，革命卫队公开给内贾德站台啊，给他刷上铁血反美的这个底色。基层层面，穆杰塔巴手里的巴斯基民兵组织下场啊，深入城乡结合部和贫民窟去造势拉票。宗教那边呢，保守教士集团呢集体盖了章，说这哥们儿啊是捍卫伊斯兰正统的真命天子。所以西方媒体当时惊呼什么平民黑马逆袭啊，其实完全没有看到背后真正撬动资源的人一直都是穆杰塔巴。那内贾德每一句强硬反美，每一项对西方的政策，都是需要有坚实的力量作为支撑的一个根基，在当政之前和下台之后都非常虚弱的一个边缘政治人物，是撑不起那么强硬的脸谱的。这也是卸任之后，内贾德一下调门就降低，甚至跟特朗普书信往来，高调反对中伊25年协议，反而承诺如果当选就邀请美国资本入股伊朗石油产业，然后用这笔钱给民众发补贴的原因。你听听这个路数，这是要搞生产和改革吗？这不就是西方政客寅吃卯粮赚选票那一套吗？所以很多当年内贾德的台词背后都是穆杰塔巴的影子。这种关系啊，在2009年内贾德连任的时候表现得更为鲜明。内贾德连任呢，引发了大规模的舞弊争议，抗议人群当时把街头都占了啊！内贾德在台上急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毫无维稳的能力。表面上看是总统的执政危机，实际上是小哈梅内伊的幕后权力体系面临着世俗和温和派的集体反扑。那全程隐身的
穆杰塔巴第一时间就调动了革命卫队和民兵进驻各大城市，铁腕控盘平息街头的抗议，同时联动宗教圈子发声，死死压住反对派，再通过内贾德第一任期里作为白手套聚拢的庞大资源安抚底层的民众。整场风波里所有的资源调度、局势掌控都出自小哈梅内伊之手。风波平息之后，穆杰塔巴不仅保住了基本盘，还顺势完成了军政、宗教、经济的三位一体权力升级。所以很多人说内贾德下台之后，伊朗的强硬派路线就消失了。其实真正的强硬派从来没有变过，他只是一直在幕后稳步的积蓄力量，规避政治风险罢了。而老哈梅内伊的肉身成圣，实际上也彻底解除了穆杰塔巴的身份禁忌。这种血统加殉难的叙事，巧妙地弥补了他政治身份上的不足，使其继位在群众心里和宗教叙事上都获得了类似圣意的合法性啊，既符合什叶派重视血统的教义传统，其实也符合伊朗现在必须凝聚一致对外的这个现实需求。很多人觉得穆杰塔巴好像是突然被推出来的啊，没有根基的代言人一样。这才是西方放出的烟幕弹，让全球相信啊，一方的内部结构不够稳定，才是他们舆论战的一环。那理解了这一层依权力的底层逻辑，再看今天波斯湾的这盘大棋啊，所有坚定的反抗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大统领估计现在也没太想明白啊，为什么美国都给出了14条这么好的停火协议了，伊朗啊不但不像老领袖在任时那样借坡下驴，反而还要步步紧逼，完全不是在围绕核问题博弈，而是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直接拿到桌面上来争抢。原因很简单，现在跟美国下棋的是那个蛰伏了几十年，手里捏着绝对的军政财大权且底色极其强硬的新领袖。这几天白宫的小包草队啊去国会要钱的场面，大家应该都看到了，没看到的去看一下。议员们拍着桌子问：你们要钱，可是我们要胜利，美国的胜利在哪儿呢？多少钱能打赢？打算要钱怎么打？为什么这样打会赢？说清楚了我才能给钱呢。赫格塞斯就在那儿啊，利用自己当主持人的口条啊，胡搅蛮缠。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呢，则是承认无法承诺必胜。其实大统领和白宫里的草包小队现在简直就是焦头烂额啊，可被内塔的情报害惨了。现在伊朗要的可不再是核协议和解除制裁了，他们要的是海峡的控制权和中东权力的话语权。现在看618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啊，一方要的就是从法理到事实上，把必须由一方许可走一方指定航道这个新常态给它砸实了。到了7月7号，3艘商船想走阿曼侧航道通过海峡，其实就是白宫在赌伊朗在这么优厚的协议达成之际，不会轻易的对过航的船只开火，只要这3艘船过去了，其实也就实现了美国在控制海峡问题上切香肠的这个操作。这次你都没炸，后面你怎么炸呢？那阿曼这侧啊，如果归我美国管，也就意味着我还有一半的中东海峡的控制权。只要能逼迫一方为了近在眼前的和平和解除制裁的这个利好，默认美国设定的这个新规则，美军对中东的控制啊，还可以日后徐徐图之，美元的支撑啊，还可以缓口气，对国内的选民和国际的盟友啊，也能有一个交代。然而，刚经历过老领袖葬礼的伊朗背后，是那个完成了权力结构整合的新领袖。结果就是直接果断出击啊！这一巴掌其实是打给大统领看的，意思很明确，现在的伊朗就是要斩掉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长臂管辖。在美元 2.0 理论横空出世的那个档口，我当时就说，美国接下来能不能保住第5舰队的总部都两说。从最近的战况来看，那基本是保不住了。美军的基地啊，就像中东的祠堂，是先有了天兵下凡，才有了人心中不可触及的圣殿一般的基地。而现在美军的神话不在，美军现在被损毁的基地啊，就跟那个不显灵的龙王殿一样，除非天兵再如20年前一般大显神威，否则啊，人人过去都想啐2口还差不多，重建毫无希望。我很赞同牛弹琴老师啊评价，现在美国在中东已经把战争打成了曾国藩口中的浪战，全无获胜的希望，只能通过徒劳的袭扰延缓承认失败的时间。实际上，现在伊朗的战略才是更为清晰主动的，拔除第5舰队，夺取海峡的控制权，就是它的核心诉求。美伊双方现在争夺的焦点早已经从伊朗的拥核变成了美伊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了。而大统领现在想出来的歪招，竟然是以发展民用核电为名，要放宽对沙特的核浓缩的限制。这种完全无底线的方式，在给自己失去中东的控制权之后，埋下地区动荡的伏笔，可以说真的是令人发指。
即使海湾国家知道此举居心不良，为了地缘的平衡制约什叶派的伊朗，他也不会拒绝这样的阳谋。可以说虽然是一经落万物生，可是昂萨人这种落真的是人走了动荡还能传3代的毒性，当真的是贻害无穷。那中东的地区格局势必改变，但是否会迎来和平和发展，到了考验这一代中东执政者政治眼光的一刻了。祝他们好运吧。